大家好，本期比特币视频来聊一聊这段时间全网疯传的比特币在中国大陆有可能会解封，或者是我打听到的一些消息。消息来源是以前业内的朋友，很有可能会解封啊，因为有些券商好像有在做准备，所以希望朋友们2年之前的多头利润继续给我抱住。等下来聊一聊比特币的顶部，包括这一次 57K 左右有一起在做多，如果还没有成本止损的朋友，也是希望大家尽量给我抱住。等下来分享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如果你喜欢本视频，感谢点赞、订阅、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我免费分享的交易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月线的这张图表，或者是这一个2年的乘数指标。2022年比特币跌破这条绿色的线，或者是当时 20K 包括后面的 15K 的底部，也是一直跟朋友们讲一定要买入比特币，有可能这个位置会是底部，跌下去不要去害怕。然后现在的比特币我们可以看一下，价格早就已经脱离了这个2年乘数指标，或者是也就是这条绿色的均线，大约就是1年的均线啊。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就这一次比特币自2022年跌破这条绿色的线，然后比特币整个价格在3万或者是2万美元或者是1万5的整个底部的区间，它的时间是非常的长啊，到2023年的10月份左右才在这个位置突破了这条绿色的线。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时间是488天啊。然后也是有跟大家讲，我的观点是相信有可能这一波比特币的牛市级别可能是不亚于这一个2015年当时比特币跌破这条绿色的均线，或者是后面在底部的时间它是365天，有可能后面上涨的空间，只要底部的时间更长，后面上涨的空间级别有可能会非常的大，有可能会大于比如说2019年的这个底部。因为当时19年跌破这一条绿色的均线，它在底部下方的时间相对比较短，只有150天左右，所以后面的牛市上涨的空间就会比较小啊。那我相信这一次比特币在这一条绿色的均线下方，时间是488天，而且加上全世界都在拉资本，或者是不信任法币，或者是美国自由金融开出比特币 ETF 现货上市的一个先例，那我是相信全世界的国家，或者是不管中国有没有可能会解封这个比特币，我的观点是比特币在中国早就已经合法了，因为港股都已经开通了比特币现货的 ETF， 那香港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比特币在中国早就已经合法了，不管中国大陆有没有可能会解封，或者是最近听到的一些以前业内的消息，好像券商是有在做准备，有没有可能比特币现货 ETF 港股那边会不会开通沪港通或者是深港通，玩过 A 股的都知道，如果这个口子一开，等于是 A 股里面所有的资金都可以去买这个比特币港股那边现货的 ETF。 当然有些可能知道它有可能会有一个限制啊，比如你在某一个券商里面至少要达到1年的时间，或者是有可能你的资产账户达到一定的金额才有可能会开通这个权限，然后让你去投资比特币现货的 ETF。 所以这个口到底会不会开，或者是如果真的开的情况下，我的观点是带来的资金是巨大的，因为A 股里面的资金，我相信99%的有可能都会进来买这一个 ETF。 不过这些消息目前都没有100%得到确定啊，你只能当一个小道消息，因为最终拍板的还是政策，除非你的消息可能只打天庭，才有可能100%确定是不是中国大陆有可能会完全解封投资这个比特币。就比如当年的那个蚂蚁金服或者是支付宝，马上都要上市 A 股了，包括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哪里知道第2天马上就停止了 A 股的上市。所以最近中国有没有可能全面解封投资这个比特币，或者是解封的形式，我的观点是也是完全有可能。比如说中国大陆有没有可能参照香港的那种案例，或者是美国的那种案例，就是发行比特币，或者是让中国的一些基金可以发行
投资比特币现货的 ETF。当然，其他的币种有可能不会让他们投资，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图表，其实有可能也是会考虑，比如说目前资金是在外流，就怕比如说一些投资者被欧美的主力宰割哦。我们可以看一下，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在低点的位置，或者是没有买的资金，像这些低点的位置，有可能就是大咖或者是大主力，早在低点或者是3万或者是2万美元以下的比特币，都已经买了不知道多少的货。那现在价格起来的话，有可能也是怕一些资金继续外流，或者是万一比特币涨上去，哪一天下跌，然后又在那边宰割散户，或者是就像2015年的底部买了很多货。我们可以看一下，涨上去暴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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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接近这一条2年乘数的红色的这一条均线啊，接近这一个红色均线的位置，有可能会是阶段性的底部，然后有一个短线的下跌，或者是短线的下跌，跌起来的幅度有可能动不动都是40%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的比特币啊，或者是一直认为比特币牛市还在，就是因为它目前的价格都还没有来到就是这条红色的均线，它大约是2年乘数的均线啊。因为历史就是这样子，比如2015年到2017年有几次接近这个红色线的位置，有可能都会下跌，或者是最终的顶部它会穿过这条红色的线。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2020年的这一个位置，比特币涨到 65K 的高点，也是非常接近这条红色的线。那现在我的观点是认为比特币牛市是还在，所以有资金的朋友，你如果之前没有买，那我的观点是一定要有比特币的仓位，因为最终的顶部肯定不会是在这个7万美元。然后我的一部分期货也是有跟大家计划，为什么要在 15K 左右平仓闭本位啊？平仓完以后，我的现货不一定会买，就是因为这个位置也是很接近，目前是在15万美元左右。那我的观点，未来如果接近这个位置，或者是有可能会洗盘，或者是后面再涨，只要这条均线目前都还没有明显的往上升的一个结构啊，有可能未来只要往上升，或者是比特币盘整到位继续涨，或者再盘整再继续涨，那有可能目标会不会真的到30万美元或者是50万美元的比特币，到时候看要不要卖出一部分现货的比特币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或者是昨天这个位置比特币下跌，就前面这一根 K 线，目前是又收了一根多方抵抗或者是多方的拇指线。然后昨天这根蜡烛，它如果能涨得强势一点的话，就更漂亮啊。就是这个位置有可能又出了一个多方的成型。当然，短线这个位置现在还好，就是这一条趋势线突破以后，这几天感觉是岌岌可危，还没有跌破，最好或者是这个低点也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支撑也是非常的强，最好是不要跌破。当然不好的一点，现在为什么盘整，就是因为这个 MACD 指标目前是在零轴下方，还是短期是有一点偏弱，所以有可能这个位置不排除还是继续盘整。最后感谢大家收看，订阅我们。